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有人给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在2022年，你认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军工产业里边最值得骄傲的这个武器装备是什么？比如说运油20的入役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运油20它解决了空军呢就是作战飞机腿短的问题，因为你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这个使它滞空的时间更长，执行呢更远的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还有呢就是075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多艘的入役，因为两栖攻击舰可以进行兵力的海上的投送，可以执行登岛登陆的作战任务，可以解决守岛守礁的这个军事任务。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055型的万吨导弹驱逐舰就这个已经有6艘相继交给了人民海军这都是属于4代的我们4代的骨干的装备。但是我要说呢，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或者是引以为傲的还是福建舰的下水。有人说福建舰刚下水，它还没有形成这个战斗力呢。它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体现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从我们就是建造辽宁舰，买回来一个旧船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建加工，然后呢很快我们就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然后在有了辽宁舰第一艘航母之后呢，第10个年头我们就造出了福建舰，就下水了。而福建舰呢，它和前面的无论是辽宁舰还是山东舰都是有代差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它8万吨的排水量比原来的这个5万吨6万吨的排水量要大了吗？不是的，因为它已经采取了就是这个飞机起飞的方式，不是滑跃起飞了，而是弹射起飞，而且一下就跨入了电磁弹射这个行列。因为目前呢只有美国的福特级的航母就这么1艘它是采用电磁弹射的，其他10艘尼米兹级的都是蒸汽弹射，包括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也是用的美国的蒸汽弹射。那么现在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用了电磁弹射，而我们国家现在造出的第2艘国产航母也就是采用了这个电磁弹射。还有呢就是1艘航空母舰，我们看着它是在海里边进行游弋，它是海军的最大的作战平台。但是呢你看航空母舰的主战装备是它的舰载机，所以它既要有固定翼的作战飞机，还要有预警机，还要有直升机，还要有无人机，所以它是一个对舰载机要求很多型号要有很高要求的这么一个平台。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你的造船工业，你有特殊的钢材，你有就是设计建造大型船舶的特别是作战舰艇这样的能力，你还要有很好的航空工业。因为现在的这个舰载机它不但要求就是你能够作战，还要能够预警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它的这个弹射器是买的美国的，它的预警机也是买的美国的，就是 E2C 鹰眼它自己造不了。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完全要靠国产化，就是舰要靠自己造，飞机也要靠自己造，所以你直升机、固定翼飞机、预警机全要由你自己来完成这就说明你的一种航空工业的这个发展。再有就是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还有通信的保障，也就是你的电子工业要非常的发达，因为这么多的这个通信设施在上面要能够看得远、看得清、变得准要能够及时的发现目标，所以这是说明你的电子工业。还有呢就是你对来袭的这些飞机和导弹要有防御能力，你要有近程的速射炮，你要有近程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导弹，实际上这是你航天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它是我们国家整个的综合国力的体现。就这1艘福建舰的下水
就足以引起世界的关注。因为你世界上能够造中型航母，就是3-4万吨以上的航母的国家都屈指可数，能够造8万吨级这样大型航母的，现在只有美国和中国。那你想想，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而且完全靠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靠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制造出来的。所以呢，我说这个福建舰的下水是我们2022年这个军工企业最值得这个自豪的一件事情。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